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今年9月24号，华盛顿，如果目前各方公布的行程没有突发变动，中南海那位将再次跨进白宫的大门，去会一会川普。按常理来说，这是一场牵动全球神经的中美元首峰会。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剧烈动荡、关税战与科技封锁全面压顶的节骨眼上，北京本该卯足了劲把这场访问做足文章，做大排场。可美国主流媒体刚刚拿到的一份内部行程，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行程显示，专机预计在9月23号晚间降落美国，24号进白宫见川普，进行一整天的密集会谈。25号一大早，专机拔地而起，直接飞回北京。您算一算，在美国真正留给公开公务活动的核心时间，满打满算只有1天。这哪里像是一场大国元首的正式访问，这分明就是一次高度防御、速战速决的政治打卡。更令人费解的还在后头。就在同一周，距离华盛顿仅仅300多公里的纽约正在发生什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9月22号正式开锣，一直持续到26号、28号，还有半天。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外长，此时此刻全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云集，各国领导人排着队登台发言。走廊里、宴会厅里全是双边和多边外交的交锋。华盛顿到纽约300多公里，坐高铁不过2个多小时，专机也就是滑跑起飞的功夫。1万多公里的太平洋，专机轰鸣着飞过来了。可面对这300多公里的哈德逊河畔，包子却连脚步都不肯迈过去。华盛顿的外交圈已经证实，这趟美国行中方完全没有安排参加联大的行程。更反常的是，常驻纽约的外交官们注意到，北京根本没有向纽约派出高层出访前必备的先遣团队。也就是说，这不是临时因为日程冲突而取消，而是一开始的剧本里就直接把联合国给划掉了，这就太反常了。熟悉中共外宣套路的朋友都知道，这几年北京在国际上最爱标榜的是什么？是多边主义，是重塑国际秩序。去年9月，塔尖上那位亲自在天津提出了一套宏大无比的理论，叫做全球治理倡议。北京给这个倡议定下的规格极高，白纸黑字写着，要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外交部甚至把联合国定义为推动这套倡议的核心平台。为了给老大的这套理论抬轿子，整个外交系统整整忙活了1整年。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去年9月第一时间把概念文件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分发给各国，随后在纽约总部组织各种大讲堂。到了12月，干脆在联合国总部成立了一个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今年5月28号，规格更是直接拉满，外交部长王毅亲自飞抵纽约联合国总部，亲自主持这个小组的高级别会议。台下坐着60多个国家的代表，王毅在台上宣称，这套倡议提出不到1年，已经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您琢磨琢磨，从去年9月倡议出炉，到部下铺路，再到外长亲自去联合国搭好台子，把桌子摆好，把各国代表请到位，这一切的前戏，不就是为了在倡议提出1周年的这个9月，等着1号人物亲临纽约，在全世界几百家媒体的长焦镜头前登上联大讲台，享受万邦来朝的政治荣光吗？尤其在川普重回白宫，大打美国优先的大背景下，这本是包子把自己包装成多边秩序守护者的最佳秀场。结果主角人已经到了美东，却对近在咫尺的联合国大门视而不见，办完白宫的差事转身就走。这叫什么？这叫大戏开锣。戏台搭好了，票也卖出去了，领衔主演却在后台死活不上场。为什么？偏偏就在8月18号，海外社交平台突然爆出一条极具震撼力的独家消息。消息的第一条核心原因，直截了当地戳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位定于1尊的不打算干第4个任期了，而排在第1位的理由就是这5个字：身体吃不消。今天咱们就把这几天在北京、华盛顿
纽约以及军委内部悄然发生的几块关键拼图拼在一起。您看完就会明白，中南海的高墙之内，一场为体面退场铺设台阶的大戏，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序幕。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倒摇回11年前，2015年9月，同样是一场备受瞩目的访美之行。那时候包子刚刚集权不久，雄心勃勃。9月22号，专机降落西雅图，大宴美国商界巨头，紧接着飞抵华盛顿，接受奥巴马全套国事访问规格的接待，鸣放礼炮，国宴款待。到了9月25号，华盛顿的国事访问正式结束。如果按照2026年现在这套闪电战的走法，白宫吃完饭，专机加满油，直接飞回北京即可。但2015年没有走，25号一结束，专机直奔纽约，在纽约整整停留了3天，一直待到9月28号。9月28号当天，他精神抖擞地走上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台，发表了长篇演讲，大谈国际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在后来的官方总结中，把亲自登上联合国讲坛列为那次访美的最高外交成就。11年前，华盛顿办完公事，专程加码3天纽约，满世界展现强人形象。11年后，华盛顿待1天，第2天立马拔腿走人，对纽约避之不及。可能会有朋友说，江峰，这能说明什么呢？他本来就不是联大的常客啊。这话看似没错，回顾历史，2015年之后，他确实没有再亲自肉身前往纽约出席过联大。2020年和2021年疫情期间，全是用录好的视频在大屏幕上播放。再往后几年，2022年派王毅，2023年派韩正，2024年派王毅，2025年派李强。但您必须看清这背后的本质差异。过去几年，人远在北京，不出国，不去纽约，在外交逻辑上完全说得过去。可2026年的今天，人已经飞越了1万公里的太平洋，肉身已经到了美国东海岸。过去几年，北京没有一套名为全球治理倡议的顶层战略需要向世界兜售，而今年5月，王毅刚刚在联合国替他把场子热到了沸点，政治收益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更耐人寻味的是9月下旬这个极度敏感的时间节点。9月24号抵达美国，距离10月份即将召开的中共20届5中全会满打满算也就剩1个月左右的时间。熟悉中南海政治节奏的朋友都清楚，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从北戴河会议上的种种元老发难传闻，到外界盛传的大权旁落、内外交困，乃至21大可能要被迫退位的风声，在海内外传得沸沸扬扬，体制内部更是暗流涌动，人心惶惶。按常理来说，越是身处权力动摇、流言四起的政治漩涡之中，塔尖上那位越需要一场规格空前的国际高光亮相，来向全党全军展示大权依然在握。走进联合国大楼，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元首面前登台宣讲，把过去1年外交部倾全力推销的全球治理倡议当场变现，这本该是他向党内质疑者示威，对外刷满统治合法性，一举击碎所有失事传言的最佳舞台。可偏偏在最需要证明自己稳坐钓鱼台的节骨眼上，大当家却连多待1天都不肯，在白宫打完卡，转身就直奔机场，放着现成的政治红利不要，放着亲自重塑强人威权的绝佳秀场不采，唯一的合理推论就是支撑这场公开露面的身体与精力代价已经高到了连巩固权力这种天大的政治利益都不得不为之让步的地步。这个成本就是身体与健康的不可控风险。最高领导人的外事活动最核心的负担在于公开暴露这4个字。去白宫是一场高度可控的封闭剧本。专车几点几分停在西翼门口，在哪个定点位置跟川普握手，哪1分钟开放给指定记者拍照，进了椭圆形办公室，2个人坐着谈多久，中午闭门宴会吃什么，发布会上照着提词器念几分钟，所有环节都可以精确到秒。在这种封闭环境下，随行的医疗团队、特勤警卫、礼宾官员可以把突发状况的概率压到最低。
哪怕需要药物支撑，只要撑过镜头前那短短的1-2个小时，任务就算完成。但联合国大会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从华盛顿转场纽约，车队穿行于曼哈顿的闹市区，走进联合国大楼，各国元首穿梭其间，不可控的走廊偶遇，长时间的站立候场，各国外交官的近距离观察。更要命的是，大厅里架着来自全世界几百家自由媒体的高清长焦镜头，没有央视的滤镜，没有中宣部的审稿。一个最高领导人走路时步态稳不稳，神情是否迟钝，面部肌肉有没有异常抽搐，坐得稍久一点能不能自己站起来，这些在极度透明的聚光灯下根本没有任何隐藏的空间。医疗团队可以在特定的封闭时间段内保证一个人准时走上红地毯握手如常，但谁也不敢保证让他在多国首脑和全世界无死角镜头的注视下多暴露2-3天还能不出丝毫破绽。多留1天增加的不是1晚酒店的开销，而是整个权力神话在全世界面前瞬间穿帮的巨大风险。王毅把戏台搭得再漂亮，主角只要一露怯，整个政治包装就会瞬间崩塌。所以当我们把这份反常的外交日程跟8月18号爆出的健康状况已无法支撑下一个5年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整条逻辑链条就严丝合缝地对上。然而如果身体真的到了必须考虑退场的关口，那位习惯了定于一尊的强人该如何向全党交代？他该怎么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政治台阶？巧得很，就在赴美行程引发猜测的同时，北京刚刚开完的一场大会给全党送上了一套现成的退场剧本。说到体力和健康，政治人物在高压下如何遮掩，我们不得而知。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底气始终来自健康充沛的体魄。面对长期的高压工作、睡眠困扰或换季疲劳，选对温和不上火的滋补方式尤为重要。普瑞堂玄宝黑参传承9蒸9晒工艺，富含丰富活性人参皂苷，温补不上火，不仅能帮助提振日常精力，改善睡眠品质，更能增强身体的保护力，是全家人日常保养与体力恢复的天然好选择。请支持江峰，点击下方连结，结账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即可享受全球包邮。现在单笔购买满500美元就送1根黑参，多买多送。好，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8月17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高调举行了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的大会。在主席台上，包子弟发表了长篇讲话。在回顾江泽民的历史功绩时，他口中念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评价。讲话中提到，16大前，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后来又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请大家注意这2个字，主动。当然，这套表述并不是2026年第一次发明出来的。2022年江泽民去世时的追悼大会上，悼词里也曾用过主动辞去这样的字眼，甚至称赞其为深谋远虑。但政治的奥妙向来不在于字面本身，而在于说话的时间节点与政治氛围。我们再把历史往前翻，2012年中共18大，胡锦涛选择裸退，把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一次性全部交出。当时刚刚接过大权的包子是怎么公开评价胡锦涛的？用的同样是这套词汇，称赞胡锦涛从党、国家、军队事业全局考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职务。后面紧跟着3个沉甸甸的成语：高瞻远瞩、博大胸怀、高风亮节。您看，在中共的官方政治话语体系里，主动交班这4个字非但不是政治上的失败，反而是一张可以随时拿出来自我贴金的免死金牌，是一套被包装成最高政治美德的道德光环。8月17号，在全党对21大接班问题神经紧绷的节骨眼上，他再次把江泽民主动交权的历史篇章高调拿出来擦拭一遍。紧接着到了8月18号，海外就传出了没有第4任，自己不想干了，亲自指定接班人的爆料。这2件事在同一个时间窗口碰撞在一起，里面的政治信号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如果这条传闻代表着某种内部风向，那么对于一个亲手打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将个人集权推向顶峰的统治者来说，他内心深处最恐惧的是什么？绝对不是退位本身，而是退位之后的政治定性。如果他是被党内元老逼退的，被军方将领架空的，或者因为身体彻底崩溃不得不狼狈交权的，那么在中共残酷的党史档案里，这就叫政变失败，叫权力崩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盘清算和身后骂名。但如果换成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剧本呢？我不是被逼无奈，我是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我不是交不出答卷，我是主动安排新老交替，我不是大权旁落，连下一代接班人都是我自己亲自挑选的。您看，只要把主动这顶大帽子戴在头上，一场由于内外交困、身体不支而引发的战略大退却，就能被精巧地伪装成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动交班。这就叫政治上的退而不败。但是要想顺顺利利地走下这个神坛，光有一套冠冕堂皇的交班说辞是远远不够的。他身上还背着一个过去10年亲手套上的最大枷锁——台湾问题。在8月18号的那条爆料中，除了身体原因，还给出了第二个致命理由。中南海那位心里非常清楚，在自己的任期之内已经无法通过武力手段拿下台湾。既然拿不下台湾，就无法在党内超越邓小平，比肩毛泽东。与其硬撑下去，最终彻底砸锅，不如在权力顶峰给自己找个退路。这条爆料看似大胆，但只要您仔细对照8月17号大会上的官方讲话，就会发现一个极其重要却被很多人忽视的政治时间差。在纪念江泽民的大会结尾，包子完整引述了江泽民当年对新世纪的战略展望，其中有一句核心表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海内外的观察家们敏锐地抓住了这句话，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共官方的日历上有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固定坐标。2049年中共建政100周年，把完成统一与2049民族复兴死死捆绑在一起。这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意味着什么？过去几年，全世界的智库、军方和媒体都在疯传一个极度危险的时间节点2027。很多朋友误以为2027是北京公开宣布的攻台大限，其实翻开中共军方的正式文件，官方对2027的定义叫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强调的是武器装备、信息化作战、联合作战体系等军事硬实力的现代化达标。然而，在过去几年的政治宣传和个人崇拜狂潮中，2027被无形中塑造成了一把悬在所有人头顶的紧箍咒，成了定于一尊的那位用来对内抓权、清洗异己、要求全军绝对服从的政治军令状。如果全党全军都默认2027必须在台海见分晓，那么这张考卷上就只写着他一个人的名字。打赢了，那是他个人的不世之功。可一旦不敢打，打不赢，甚至因为冒险引发政权崩溃，那所有的历史罪责和政治清算全都要由他个人承担。这就是一场输不起也无法交卷的豪赌。现在8月17号这番话巧妙地把江泽民当年的论述搬了出来，把统一的终极时间框架从迫在眉睫的2027重新推回到了遥远的2049。这在官场政治话术里叫做把眼前的暗账做进宏大的历史文件里。如果统一的期限是2049年，那么到那个时候1953年出生的包子已经是96岁的高龄，甚至大概率早已不在人世。您看懂这个乾坤大挪移的妙处了吗？不是北京白纸黑字宣布2027不打了，而是他在政治层面上把这张烫手的考卷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悄悄抽了出来，重新塞进了整个共产党的档案袋里。考卷的交卷人从我必须在任内完成，变成了由一代代共产党人接力奋斗。这样一来，没有在任内统一台湾，就不再是他个人的战略溃败，而成了符合历任领导人既定方针的战略定力。那么
为什么原本被叫嚣的震天响的军事选项，现在连他自己都觉得打不下去了？就在同一天，中国工程院的一份除名通报彻底揭开了解放军现代化指挥系统内部正在经历的剧烈震荡。8月18号，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的名册悄然发生了变动，全体院士名单从978人变成了977人。消失的那个人叫赵小哲，63岁的赵小哲，身上挂着一系列极其耀眼的头衔：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海军中将、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原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伴随着名字从院士名单中被抹去，他在工程院官网的个人履历、大连理工大学官网上关于他的校友报道和受聘记录，全部在同一时间遭到彻底清理。在普通大众眼里，这或许只是军队反腐中又一个落马的中将，但在真正懂军事、懂解放军内部体系的行家眼里，赵小哲的倒台，其震动程度不亚于前线折损了一名战区司令。赵小哲不是那种在军舰上喊口令的基层带兵将领，他是解放军现代化海战的软件大脑和神经总设计师，他是指挥控制资讯系统工程领域的顶级专家。翻开他过往的履历，他主持建立了解放军自主研发作战软件的工程管理体制，构建了水面舰艇的全新指挥体制。最核心的成果是亲手研发了现代海上作战的3级辅助指挥决策体系。说得通俗一点，现代高科技海战早就不再是舰长拿着望远镜看目标，参谋在海图上画线的时代了。天上有预警机和侦察卫星，海面上有神盾驱逐舰，水下有核潜艇，陆地有反舰弹道导弹，空中有无人机蜂群。在极其复杂的电磁对抗环境下，几百个传感器收集来的信息如何实时汇总？怎么在0点几秒内识别敌我？怎么由指挥系统自动分配目标，计算诸元，引导导弹实施饱和打击？赵小哲搞的这套系统就是连接雷达、导弹、舰艇与指挥官之间的神经中枢与作战算法大脑。解放军天天挂在嘴边的2027建军100年目标，反复强调的核心是什么？是优化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是网络信息体系，是指挥信息系统的自主可控。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真想在台海打一场现代化立体联合作战，赵小哲手里管的这套东西就是最核心的底牌。可现实是怎样的呢？早在2025年4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进行集体学习时，身为军委科技委一把手的赵小哲就已经诡异缺席，由副主任代为参加。如今名字直接从院士殿堂中被彻底除名。而且赵小哲绝不是孤立。今年以来，中国工程院和军工科研系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塌方。中国核武专家工程院前副院长赵宪庚简历被撤，中国雷达与电子信息领域领军人物中国电科前总经理吴曼清被除名，航天科工集团飞弹制导专家魏义银被除名，火箭军研究院飞弹专家肖龙旭被除名，歼20隐形战机总设计师杨伟的官方信息也出现异常。再加上过去1年多来，从海军、空军、火箭军到各大战区，包括前海军司令胡忠明、前空军司令常丁球、前火箭军政委徐锡胜以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战区多名上将中将在公众视野中集体失踪，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谬且致命的反差。口号喊得震天响，距离2027的门槛越来越近，但真到了要打仗的时候，设计核弹的被抓，造雷达的落马，搞飞弹的被查，连编写舰队指挥大脑软件的赵小哲都被拔掉了院士帽子。一支连联合作战指挥中枢、武器制导链条和高级将领人士都处在剧烈震荡与相互猜忌中的军队，拿什么去打一场人类历史上难度最高、跨度最大、面临美日直接军事介入的现代登陆战？这种内部的大清洗实际上已经在客观上彻底掐死了近期实施军事冒险的现实能力。当武统台湾在军事上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政治上成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那么把时间表踢到2049，自己在21大前金蝉脱壳，就成了保全自身权利遗产的唯一出路。如果退役已决，那么最关键的那个问题就浮出水面了，谁来接这个烂摊子？在8月18号的海外爆料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句话：接班人不是党内妥协的产物，而是由他本人亲自指定的李强。很多朋友一听到李强的名字，第一反应可能觉得不可思议。李强是个标准的行政官僚，缺乏强势的政治手腕，在军中更毫无根基，他怎么可能接得了大位？但如果您读懂了中共宫廷政治的历史逻辑，您就会发现，在独裁者萌生退役或者被迫安排身后事的时候，挑选李强这样的角色，恰恰是最符合其生存本能的选择。回想当年毛泽东病榻交权，为什么越过了军功赫赫的将帅，越过了根基深厚的各路诸侯，偏偏挑选了看似忠厚老实，在朝中毫无派系底子的地方官员华国锋？因为独裁者在晚年最害怕的就是一个强势的接班人在上台之后迅速反噬自身，清算自己的路线，否定自己的历史地位。李强是浙江旧部出身，其全部的政治权力完完全全依附于大当家的提拔，他没有红二代的血统光环，没有军队内部的山头派系，更没有庞大的地方实力做后盾。在退场者的眼里，这样一个大管家式的人物，是对自己人身安全和政治遗产威胁最小的保险所。但话说回来，爆料终归是爆料，政治不能光听传言，得看制度运行的硬指标。李强目前公开的职务非常清晰，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党组书记。在中共的接班序列中，如果李强真要从一个内阁大管家迈向最高接班人，他身上还缺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台阶——军队与党务的最高接口。回顾历史上的接班轨迹，胡锦涛在1992年进入常委，1998年出任国家副主席，1999年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经过了长达数年的军队与党务历练，才在16大正式接棒。大当家自己在17大进入常委，2008年出任国家副主席，2010年17届五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完成了走向权力顶峰的关键跨越。李强现在恰恰缺少这个至关重要的铺垫，因此判断李强是不是真成了指定接班人，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猜测中南海的密室传闻。接下来只要盯紧3个极具含金量的观察窗口。第一，看外事规格与分工界限，李强是否会进一步突破传统，国务院总理仅限于经济和行政事务的边界，开始代表最高层承担更多原本属于国家元首或党务首脑的重大外事活动。在官方宣传的镜头和排位上，是否会出现微妙而持续的拔高。第二，看军委人事与职务增补。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主题聚焦在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多家媒体预测，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军队将领的大面积清洗，五中全会可能将集中处理多达数十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资格。在如此大规模的人事洗牌中，中央军委的架构会不会发生异动？李强的名字会不会以某种过渡形式与军队高层或者国家安全决策机构产生实质性的交集？第三，看权力运作中党政边界的微妙位移。如果李强的公开活动开始更多的介入全党组织工作、意识形态协调等核心党务，而不是仅仅盯着经济数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么接班这套剧本就不再仅仅是海外的传言，而是转化为了体制内部的实质推进。权力可以掩饰，但位置从不说谎。朋友们，8月18号那条关于放弃第4任的爆料，无论在细节上还有多少未解之谜，它所折射出的底层逻辑却无比真实。一个建立在无限集权、个人崇拜与对外扩张幻象之上的权力体系，正在迎来它无法抗拒的生理极限与政治死局。专制者可以随意修改国家的宪法，可以随意删除反对者的声音，但他永远无法修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更无法掩盖被自己折腾得千疮百孔的现实困境。
这场号称定于一尊的权力大戏，前台的油彩还没完全卸去，后台的台阶已经不得不一阶一阶地扑向出口，大幕正在拉下，让我们一起冷眼静观这场历史大戏的最终收场。好，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江风世界，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也请您把这期节目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